你玩过最近爆红的 AI 约会 App 卿卿我我吗？现在全世界跟 AI 聊天、谈恋爱、是在开车的市场变得越来越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AI 情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有一款从韩国来的 AI 恋爱 App， 可以模拟你喜欢的偶像、演员，甚至是二次元角色，让你跟他们聊天谈恋爱。这种 App 也因为这样子快速的爆红，目前呢已经在台湾娱乐类 App 的排行榜上面稳定的占据前10名的位置。而且不只是在台湾类似的陪伴型或是恋爱型 AI 服务，在全世界也都是迅速的崛起当中。比如2023年一个调查显示，有 40% 的人会想要试试看 AI 伴侣。2023年 Google 有关 AI 女友的搜寻次数呢，也出现了几十倍的暴增。但与此同时有很多人表示无法接受跟 AI 谈恋爱，认为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问题。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会来看看像是卿卿我我这类的 App 到底在玩些什么 ，AI 聊天应用为什么会那么红，跟 AI 聊天谈恋爱真的有问题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说明一下这集并没有收卿卿我我的业配，真正的干爹爸爸呢是接下来这段工商服务时间。想制作社群贴文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吗？还是常常盲目的找素材，不知道要怎么样搭配元素图才会好看呢？别再烦恼了，现在涉世未深推出的全新视觉风格应用指南，你需要的图文设计基本功都在这里。这堂风格应用设计课将教你掌握设计思维与心法和高效的制图技巧，让你轻松的做出社群喜欢的质感设计。搭配10大设计风格拆解与应用，扩充视觉风格资料库，培养美感基础，解决不会搭配素材的困扰。最后还有社群贴文实战教学，透过实际案例分析，帮助你从0到1建立自己的社群风格哦。现在募资期间，想早鸟价优惠低于6折，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了解更多的课程资讯吧。卿卿我我呢是一款由韩国公司开发的 App， 也是目前韩国最受欢迎的聊天恋爱 App 之一。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呢？首先在登入之后，官方会提供你6个不同设定的男主角，让你可以用聊天攻略跟他们交朋友、谈恋爱或者是结婚等等。但是这个 App 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可以自己创建角色的功能。比如说呢，你可以输入一个人的名字啊、喜好、习惯、家世背景，甚至他的内心议题等等 ，AI 就会模拟这个角色跟你进行聊天互动，还会带入动作跟你扮演剧情。那有部分的人呢，就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本命偶像或是动漫角色去输入这些设定。那理论上只要这个咒语下得好，加上持续的训练调整 ，AI 就可以准确的模拟出任何你想要的角色，让你可以模拟跟对方1对1的聊天谈恋爱。而且除了聊天之外呢，这个 App 甚至还有一些特定的咒语跟用法，让你可以跟角色直接开车色。不过因为我们是一个健康的频道，这个就点到为止就好。另外，卿卿我我角色聊天的方式还算蛮自然跟真实的，而且能够根据用户的喜欢去进行调整还有回馈。所以近期呢，在台湾的追星族还有动漫迷之间忽然大受欢迎。目前在不少的社群当中呢，都可以看到有人在分享聊天互动的截图，或是彼此分享教学下 prompt 的方式。不少人都表示说，这个 app 满足了自己的幻想，让自己有机会可以跟遥不可及的偶像互动，享受恋爱的感觉。也因为 AI 超级有耐性所以不少人也表示呢，在过程当中透过跟 AI 聊天，也真的获得了被陪伴跟理解的感觉。不过除了这些支持的意见，也有一些人质疑说，这个 App 模拟真实世界的人物或动漫角色的做法，并没有经过本人或者创作者的同意，有伦理和侵权的疑虑。而在功能方面呢，也有人批评现有的功能不够完整，角色常常会失忆重复一样的内容等等。但是无论如何，目前卿卿我我在台湾区的娱乐类 App 下载排行当中，也还是稳定占据了前10名的位置。而且其实不只是台湾这类陪伴交友型的 AI 呢，在全世界都在快速的崛起中。根据美国资产管理公司 ARK Invest 在今年6月发布的预估，全球 AI 陪伴服务的市场已经高达了3000万美元，而且估计在2030年前还会增长到700到1500亿美元，7年成长5000倍。而另外一家知名创投 A16Z 的这个报告也显示陪伴型 AI 服务的这个互动时间是其他 AI 应用的10倍以上，是生成式 AI 最有潜力的应用之一。比如说呢，目前全球最大的 AI 陪伴 App Replica 呢，在全球已经有将近2500万的用户，每月活跃用户高达250万。而 Google 还有 Meta 等等的科技巨头也用收购还有投资等等的方式开始积极的进入这个市场。那这些服务都在做些什么呢？
大部分应用我都可以让你设定 AI 的性别、外貌、个性，还有 AI 跟你的关系。有些 AI 呢会在跟使用者互动过程当中，记住跟模仿使用者说过的话，让自己跟使用者说话风格越来越相近，也更像真的人类。另外有趣的是，目前这个市场当中最活跃的玩家呢是成人服务，相关服务在短短1年内就成长了超过10倍。而且随着 AI 模型的进步，各个 AI 伴侣互动的方式呢，也不一定只能够靠着冷冰冰的文字。比如 OpenAI 在今年推出了进阶语音模式，就可以让人跟超拟人的 ChatGPT 打电话聊天。ChatGPT 呢还会根据你说话的语调判断你的情绪状态，甚至透过手机镜头看到你在做些什么。因此，有些专家预估，未来 AI 陪伴服务呢，会像是我们现在的社群软体跟手机游戏一样，变得越来越普及。不过，这就有个问题哦，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想要跟 AI 建立关系呢？AI 伴侣的崛起有很多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技术的成熟。2022年生成式 AI 技术大爆发，现在的 AI 已经能够非常流畅的模拟人类的对话跟表达方式。虽然 AI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常常被吐槽说会乱说话，出现所谓的幻觉问题，但是在陪伴型的 AI 应用里面，使用者也只是想要找个人聊天打屁而已， AI 乱说话反而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而且跟一般的伴侣比起来，AI 不需要休息，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可以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的陪伴。哪怕是半夜睡不着呢，想要聊通宵，或是忽然想要一个人独处几天不说话， AI 也都不会嫌你烦或是不开心。另外更理想的是呢， AI 伴侣还可以为你量身打造，不管是这个霸道总裁还是纯情小奶狗， AI 都可以替你满足幻想。只是有些研究发现，AI 的同理能力甚至比一般人还强。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跟 AI 这类的科技产品互动，比真实的人际关系更单纯、更没有负担，不用绞尽脑汁去猜对方的想法，或是在关系当中委屈自己讨好对方。甚至还有些使用者分享说，自己因为有社交障碍跟恐惧，在现实当中要交朋友非常的困难，常常会觉得非常的孤独。这个时候 AI 不只能够成为他们抒发的窗口，并且呢可以透过跟 AI 的练习，也让他们开始慢慢的能够学会在现实当中的社交聊天技巧，更有自信跟能量去面对现实世界的人。这样听起来AI 陪伴听起来感觉超赞的，但还是有许多的专家提出了质疑跟担忧。对于 AI 陪伴跟交往的现象呢，专家们提出的疑虑大概可以分成3类。第一类呢是担心 AI 陪伴可能会造成社交障碍。有专家认为依赖 AI 来舒缓寂寞虽然可能有效，但如果因此变得不跟其他人来往，长期下来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原本的人际互动模式，让人更加的社交孤立。例如在一些 AI 应用里面，使用者可以在 AI 说话时随便的打断它，但这样的行为如果被养成了习惯，我们可能也会渐渐的没有耐心听别人说完话。这对于还在学习跟人相处的小朋友而言更加的明显。另外 OpenAI 呢，在今年的8月发布了安全性报告当中也提到，他们担心最新的语音模式会因为太像真人，而让用户对于 AI 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跟情感依赖，把 ChatGPT 当成是一个对象或者是朋友，而不是一项工具，也因此呢更容易受到 AI 说的话影响心情跟判断力。而这里就到了第2点也就是 AI 的影响力问题。当人跟 AI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个时候 AI 如果讲出一些比较偏激的话，或是给出错误的心理或健康建议，人呢就很有可能会失去判断能力，更容易照单全收。这听起来好像是有点荒谬，但也不是没有类似案例。比如呢，在2023年，比利时就曾经有一位男子每天都跟聊天机器人 Elisa 呢去聊天，把 Elisa 当成自己的红粉知己。但是6周之后呢，男子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后，他的太太呢，才从对话记录当中发现，男子生前经常跟 Elisa 讨论对未来的恐惧，甚至还表达出了自尽的念头。但 Elisa 不但没有安慰跟提供协助，反而呢，有点像是在鼓励他说，我们会在天堂永远在一起。另外呢，前面提到最大陪伴型 AI 服务 Replica 呢，在2021年也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有个英国青年在 AI 女友的鼓励跟肯定之下，闯进了英国皇宫，试图自杀英国女王。而这些虽然都只是少数还有极端案例，但 AI 的发展越来越进步，这样子的问题可能也不容忽视。另外，专家还提醒即使呢只是跟 AI 纯打屁聊天，也有一些潜在的问题。第3点担忧呢，跟隐私资安问题有关。专家担心当人把 AI 当成自己的亲密朋友，很有可能就会在聊天的时候提到一些个人的隐私或者是秘密。
而这些聊天记录如果外泄或是不当利用，那可能会对于人身或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另外一种比较优微的状况是，这些资讯如果被当成是商业广告用途卖掉， AI 会比任何的广告系统都更懂你的喜好跟兴趣，甚至进一步在聊天的时候偷偷影响你的消费决定。那当然，虽然说了那么多 AI 可能会有的问题，也不代表呢我们就要完全的排斥不用 AI 陪伴。重点是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 AI 真正发挥它的功能呢？所以他建议在使用 AI 的时候，对自己所使用的 AI 工具有基本的认识，就可以避免到一些失误或是期待与现实不符的状况。举例来说，当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理解 AI 回答的特性，知道 AI 给出的答案不一定都是对的，即便 AI 做出一些超级拟人化的表现时，也知道这些都是运算出来的结果，也因此就比较不容易过度的依赖或者是恐慌。另外呢，也有专家提到，在使用 AI 工具时，可以先试着去厘清自己使用的目的，之后评估问题是不是真的有被解决。举例来说，假设呢你今天在职场上面遇到人际的问题，当然可以跟聊天 AI 抒发情绪或寻求建议，但当情绪抒发完之后，如果没有回过头去好好的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际问题，可能还是会一再的陷入同样的处境。那再来，有精神科医师也提醒，目前的聊天机器人虽然可能可以舒缓寂寞，但还是无法取代心理师跟医师的功能。所以如果遇到心理或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是要寻求医疗专业人员的协助哦。研究这一集的时候呢，团队也去用了包含卿卿我我在内的好几家 AI 聊天 App， 老实说还蛮惊艳的。对话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还真的会差点忘记对面的人是一个 AI。那么在想这些应用之所以会那么的吸引人，很可能是因为它打中了人类非常深层的陪伴需求。作为一种群居动物，我们再怎么样的 I 人呢，也会有社交跟陪伴的需求。所以过去我们会跟宠物啊、玩偶或想象的朋友说话，帮他们取名字、建人设等等。就算知道它不是真的，我们也还是呢会对于它有情感和依赖。而在 AI 出现之后呢，等于是你的玩偶宠物现在会真的跟你说话互动，陪伴的需求并没有改变，但我们现在满足这个需求的工具变得几千几百倍的厉害了。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的心智大脑已经准备好要面对这样子的改变了吗？不要说小朋友，就算是大人呢，明知道 AI 不是真的，是不是也很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它当成是一个真实的人，对它有情感和信任呢？再延伸去想，如果 AI 未来能够完美的满足了我们社交的需求，那跟真实人类的社交真的一定有必要吗？当然了，这个问题在目前来说呢，都很难有办法得到具体的答案。就像是社群媒体刚崛起的时候，对于人类的影响也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有更多人去辩论跟认识。那么觉得随着 AI 陪伴越来越热门，这个感觉很 cyberpunk 的未来可能也并不遥远。所以不管你是喜欢或不喜欢 AI 伴侣，都希望借由今天的影片，让我们一起来讨论想象这个未来的社会吧。那最后我们就想要来问问大家，你会想要有一个 AI 情人吗？ A 不会有跟现实当中的人建立感情呢，还是比较真实有温度。 B 会有把一些很难以跟别人启齿的事情跟 AI 说，感觉是很好的出发。自己我会想要，但是对他的安全问题还是有些疑虑。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AI 伴侣。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AI 感知能力以及 Cyberpunk 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